你养我干嘛？我又没钱，你养我，你会养我。打電話這位老人叫鄧雪桂，96歲的台灣老兵，離開家已經70多年，膝下無兒無女，如今人到暮年，充滿無助，這才向侄子求助。退伍老兵理不該落得如此下場，這些年他經歷了些什麼？如今是否順利回到家鄉？1946年，22歲的鄧雪桂被國民黨強徵入伍，2年後，24歲的鄧雪桂回家探親，自那之後，家人就沒了他的消息。據後來大侄子回憶，鄧雪桂的母親每天都到村口盼着兒子回家。桂，你到哪裡去了？媽媽想你，你快回來呀！母親這一喊就喊了40年，眼睛都哭瞎了，可終究沒盼回兒子。當年那一別就是永別。鄧雪桂母親於1987年因病去世，鄧雪桂1988年才回了一次家鄉。此時人們才知道，原來當年鄧雪桂跟大部隊去了台灣，因為當時離開匆忙，鄧雪桂並沒有機會跟家人細說，以至於家人都不知道她去了哪裡。而到了台灣之後，兩岸就中斷了來往，鄧雪桂也沒有辦法跟家人書信聯繫，所以才了無音訊。直到1987年10月15日，就在鄧雪桂母親去世這一年，台灣當局宣布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，此時鄧雪桂才得以寫信回家詢問母親情況。家人這才得知鄧雪桂的消息。同時，鄧雪桂的弟弟深知大哥最牽掛的是母親，所以不敢告訴他真相，怕他傷心欲絕，永不回來，所以只好騙他。回信只說母親健在，盡快回來。懷着激動的心情，鄧雪桂辦完回鄉手續，回到家鄉已經是第2年。到家才知道母親剛過世1年，家人騙了他，母親已經走了，連一張照片都沒留下。人生最大的遺憾莫過於子欲養而親不待。最遺憾的時候，人都沒看到，回來就是連照片都沒有看到。時間太久，母親的模樣在他記憶中漸漸模糊，最後什麼都沒留下。鄧雪桂傷心欲絕，在母親墳前磕破了頭，可終究什麼都沒能換來。之後不久，鄧雪桂回到台灣生活，無論家人如何勸她留下，都被拒絕了，理由是討厭家裡的旱廁。他說台灣條件好些。自1988年之後，鄧雪桂一共回過4次家鄉，每次回來都是給弟弟侄子帶很多東西，包括衣服、食物等等。那時候台灣比大陸經濟條件好，他每次回來看到村裡鄉親們的生活困難，他還挨家挨戶去送錢。村裡學校很爛，他還出資給翻新，所以村民們都很感謝他，而且始終認為鄧雪桂在台灣條件一直很好。而實際上又是怎麼樣呢？當記者來到鄧雪桂的房子時，看到的卻是一貧如洗，連老婆都娶不起。退伍後，鄧雪桂因沒能找到好工作，之後生活越來越艱難，加上年齡大了，腿腳不便，隊伍補貼就那幾塊錢，有時候連牙膏都買不起。哎呀，結婚叫了的話，我們到台灣來當兵，1個月幾十塊錢，哪個老婆人嫁給你啊？那個小牙賣5毛錢一包，10塊錢買24包牙，刷牙子的牙膏都買不起啊！我們很可憐啊。96歲的鄧雪桂一生未婚，在這片土地上無兒無女，沒有愛人。有時候她也會想，如果自己結婚了，有兒子有孫子，他們會用車子推着她出去散步。可現實是，她一個人艱難地生活着，她的眼睛已經看不清，行動也很不方便，還要自己洗衣做飯，唯一來自外界的幫助就是鄰居幫忙買菜。70年來，她越活越孤獨。當初在台灣這片土地上，她有不少湖南老鄉戰友，可惜歲月不饒人，隨着老鄉一個個相繼離世，整條街上只剩她一個湖南人。她說，這麼多年我說的都是家鄉話，現在說都沒人聽得懂，想找個人說說話太難了。她上過戰場，回過大陸4次，也曾見過故鄉的風景。她在這片土地上生活40幾年，她從盧溝橋帶回來的石獅是她這輩子津津樂道的紀念品。可她孤獨的一生又該與誰訴說？如今已過90旬的鄧雪桂深感孤獨，她渴望回到家鄉安享晚年，同時也希望有人能照顧自己。
但是他熟悉的弟弟妹妹也都相繼離世了，所以他只能向大侄子求助。但是鄧雪桂也有自己的顧慮，自己身體不再硬朗，也沒有錢，怕回到老家會成為別人的負擔，於是就有了我們開頭的那一幕。鄧雪桂電話裡直接問大侄子：“我沒有錢，你還養我嗎？”簡單一句話道出了老人的心酸與顧慮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侄子鄧有愛高興地同意了。鄧有愛一直記得大伯對自家人的幫助，而在他爸爸去世之前，早就把他過繼給了大伯當兒子。因為此前弟弟不止一次勸鄧雪桂回家，卻老是被拒絕。也許哥哥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他連這一層都想到了，所以打點好了一切。大侄鄧有愛也說，不管出於親情還是責任，他都有必要讓大伯安享晚年，為大伯養老送終。他還說，家裡有3間房，等大伯回來隨便他挑哪一間住。大伯討厭旱廁，他準備把糧倉改成廁所給大伯用。離家70多年，鄧雪桂最終也選擇回歸家鄉。雖然嘗遍世間苦楚，還落得一無所有，但是家人的親情還在，家人們一直以最真摯的心等着他回家，這就夠了。村口的接的路就是奶奶從前等着伯伯回家的那條路，路邊還有2個小樹，奶奶走了，樹長大了，路一直還在，那是大伯回家的路。無論條件怎麼樣，我們會一直等着大伯回家。歷史的滾輪滾滾向前，個人命運在其中難以掙脫，特別是在戰爭面前，人類就像一葉扁舟，隨風飄搖。1948年末到1949年初，國民黨敗局已定，蔣介石帶着200多萬國民官兵悄悄撤到台灣。1949年5月，蔣介石政府宣布全境戒嚴，禁止所有人員與大陸有所往來。從此海峽兩岸進入了長達38年的冰凍期，而跟着撤退到台灣的100萬士兵也面臨着有家不能回的尷尬局面。鄧雪桂就是其中一員。而一些人在經歷了這38年後最終與家人重聚，而一些人則沒能熬過這38年，遺憾離世。鄧雪桂老人的一生就是這無數分裂家庭的縮影，正是因為他們，才讓我們更懂得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，也更期待兩岸早日統一。